如果有人告诉你，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准备砸下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，只为了解决一个问题，你会猜那是什么？是火箭吗？是电动车吗？还是人工智慧？答案其实是晶片，更准确的说，是制造晶片的能力。因为今天的人工智慧竞赛，看起来是在比谁的模型更聪明，谁的聊天机器人更厉害。但真正站在产业第一线的人都知道，限制 AI 发展的最大瓶颈早已不是软体，而是硬体。因为没有晶片，再厉害的 AI 也只是停留在伺服器里的一段程式码。他提到，台湾在全球科技产业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许多人的想象，因为当今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供应链高度依赖台湾，而这背后也牵扯出一个更大的问题。有人认识它是因为 SpaceX， 也有人因为 X 平台或是近年快速崛起的 XAI 而开始关注它。但如果把这些公司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，它们全部都在消耗大量晶片。特斯拉的自动驾驶需要晶片， Optimus 机器人需要晶片，星链卫星需要晶片，而 XAI 训练大型人工智慧模型更需要数以万计的高阶运算晶片，而算力的来源就是晶片。于是问题来了，如果未来晶片不够怎么办？如果全球需求暴增怎么办？如果供应链出现问题又怎么办？这不是假设，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自从 ChatGPT 爆红之后，全世界大型科技公司几乎尽军备竞赛。Google 在抢晶片， Meta 在抢晶片， Amazon 在抢晶片， Microsoft 在抢晶片。每家公司都在建造更大的 AI 资料中心，每家公司都想拥有更多运算能力。但他们很快发现一件事， AI 的竞争最后竟然变成了排队。因为再有钱也不一定拿得到足够的晶片，而大家排队的地方几乎都是同一个地方，台积电。很多人以为台积电只是帮人代工晶片，但实际上它在全球科技产业中的角色比一般人理解的更加重要。因为真正困难的不只是把电晶体做得更小，而是如何稳定量产。一颗先进晶片从设计完成到正式出货，中间要经过无数制程步骤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整批报废。而台积电最大的优势正是良率。简单来说，同样设计图交给不同工厂生产，有人做出来只有70%能用，有人做出来80%能用，但台积电往往能做到90%以上。不要小看这几个百分点，当一片先进晶圆价值数万美元时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良率，背后都是惊人的利润。因此，全球科技巨头抢的其实不是晶片，而是台积电的产能。你的 AI 模型能不能如期推出？你的手机能不能准时上市？你的资料中心能不能扩建？很多时候都取决于你在产能排队名单上的位置。因为未来10年，它需要的晶片数量可能比今天增加数十倍。特斯拉不只是汽车公司，它还想发展自动驾驶，发展机器人，发展人工智慧。每一项业务背后都需要大量运算能力。如果未来 Optimus 真的大规模量产，需要的晶片数量甚至可能超越汽车本身。而 XAI 则更直接，大型 AI 模型的训练需要成千上万颗 GPU 同时运作，每一次模型升级都在消耗惊人的运算资源。于是近年来，美国开始大力推动半导体回流，晶片法案出现了，新的工厂开始兴建，
亚利桑那州、日本、德国各地都在投资新的产业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降低供应链风险。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容易，因为工厂可以盖，设备可以买，土地可以取得，但有些东西无法快速复制，例如人才，例如经验，例如整个产业生态系，这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把最新的设备搬进工厂，就能复制台积电，但实际情况是，设备只是开始，真正决定竞争力的是背后的人。一座先进晶圆厂需要大量工程师，需要制程专家，需要材料专家，需要设备维护团队，需要封装测试团队，而这些人才不是半年就能培养出来，甚至不是5年就能复制完成。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形成花了数十年，从大学教育到研究机构，从设计公司到代工厂，从封装测试到设备供应链，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生态系。而这个生态系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某一家公司，而在于大家彼此之间的连结。很多国家可以复制一座工厂，但很难复制一个产业聚落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全球都在努力分散风险，许多企业最后仍然必须依赖台湾，因为效率最高的人才、最完整的供应链、最成熟的技术经验依然集中在这里。近年来，业界也开始讨论一件事，如果未来美国想要更快建立自己的先进晶片能力，最有效的方法可能不是完全从零开始，而是与既有生态系合作，因为时间比金钱更珍贵。在 AI 时代，落后1年可能就是一个世代的差距，所以与其重新发明轮子，不如直接与最有经验的人合作。而这也是台湾企业持续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，因为真正难以复制的从来不是某一台机器，而是机器背后的。过去100年，石油决定了工业时代，谁掌握能源，谁就掌握竞争力。而今天，晶片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，它决定了人工智慧，决定了自动驾驶，决定了机器人，甚至决定了未来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。因此，当全世界都在讨论如何复制台积电时，或许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能不能再盖一座工厂，而是能不能复制背后数十年累积的人才、生态系与工程文化。因为工厂可以建造，设备可以购买，资金可以募集，但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系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形成。而这也许正是今天全球科技产业面临的现实。大家都想降低依赖，却又发现自己暂时离不开。这不是因为缺乏资金，而是因为有些东西无法用金钱快速买到。未来10年，全世界一定会出现更多新的晶圆厂，美国、日本、欧洲都在加速投资，全球供应链也会逐渐改变。但至少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，人工智慧革命的核心动力依然来自晶片，而晶片背后最关键的能力依然高度集中在少数地方。他们真正争夺的其实不只是市场，而是未来。而在这场竞争里，晶片正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资源。下一次当有人问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谈人工智慧，最后却总是绕回台湾，或许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在这场改变世界的科技革命中，真正稀缺的不只是晶片，而是那些能够把晶片做出来的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全球科技、产业趋势与国际故事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你认为未来10年
世界真的有可能完全摆脱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依赖吗？我们下次见。